1592年，大明万历20年，这是一个在史书中极具争议的年份。此时的大明帝国表面上正陷入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的荒政之中，朝堂之上，文官集团为了礼仪和继承权争斗不休。然而，在普通百姓看不见的深处，这个庞大帝国的战争机器虽然锈迹斑斑，但其内核依然由钢铁与火药铸就。与此同时，海的那一头，一个被战火淬炼了整整100年的怪物，正缓缓睁开贪婪的双眼。丰臣秀吉，这个刚刚用刀与火统一了日本的男人，手中握着的是当时全世界最庞大的火绳枪军团。这些日军士兵不是寻常的农民兵，他们是在日本战国时代无数次炼狱般厮杀中活下来的杀人机器。他们渴望土地，渴望战功，更渴望挑战那个屹立在东方1000年的庞然大物。1592年4月，丰臣秀吉叫嚣着假道入明，易如反掌，15万日军跨海东征。仅仅2个月，朝鲜8道全境沦陷，汉城、平壤相继丢失。朝鲜国王李元一路仓皇北逃，在鸭绿江边对着大明的方向放声大哭。此时的日本统帅小西行长正站在平壤城头，望着那条窄窄的江水，狂妄地写信回国：大唐虽大，其人软弱，旬日可取。但他根本不知道，他即将撞上的是人类文明在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武力巅峰。当万历皇帝的敕令传达到辽东时，整个帝国的脊梁猛然挺起。李如松，这位出身将门、性格如烈火般暴烈的辽东总兵，带着35000名辽东铁骑，踏过了冰封的鸭绿江。请记住这个数字，35000对15万。这不仅仅是援救，这是一场大国对野心家的武力清场。1593年正月初6，平壤城下，小西行长此时极其自信，他手里握着18000名精锐鸟铳手，占据了平壤所有的制高点。日军的鸟铳，也就是火绳枪，经过战国时代的改良，在100米内的精度和穿透力极其惊人。在他们的逻辑里，明军想要攻下这座由江水环绕、城墙高耸的坚城，必须用人命来填。但是李如松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叫做火力密度与射程压制。李如松在平壤城下一口气摆开了超过300门各型重炮。我们要深度解析一下这些让日军闻风丧胆的火器。首先发出咆哮的是大将军炮，这种重达1500斤的怪物发射的是巨大的实心铁弹。请想象一下，重达数斤的铁球以接近音速的初速撞击土木结构的城楼，那不是损坏，那是彻底的碎裂。每一次撞击，平壤城砖都会像粉末一样飞。躲在城楼里的日军甚至来不及发出惨叫，就会被巨大的冲击波震碎内脏。紧接着是针对步兵集群杀伤的虎蹲炮，这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留下的神兵。他轻便射速快，一次可以装填几十甚至上百枚小铅弹。当城头上的日军冒头准备射击时，密集的铅弹会像一张巨大的铁网，瞬间覆盖整片城墙。日军在这一天经历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。他们的鸟铳有效射程只有不到100米，必须等到明军冲到眼皮子底下才能开火，而大明神机营的炮火是在1000米外、500米外、300米外分层次进行循环覆盖。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降维打击——代差。当日军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鸟铳击中明军胸口的棉甲，对方只是晃了一晃便继续咆哮着冲锋时，他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。平壤一战，日军阵亡1万余人，小西行长仅带少数残兵趁夜色逃窜。
平壤大捷后，李如松产生了一种英雄式的错觉，日军不堪一击，这就引出了整个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战——碧提馆之战。1593年正月24日，李如松为了扩大战果，仅带着3000名辽东精骑轻装急进，试图直取汉城。然而，他在碧提馆的一处狭窄山谷里，一头撞进了日军3万精锐主力的伏击圈，1比10的兵力差。连日的雨雪让碧提馆周围变成了泥泞的沼泽，辽东铁骑最引以为傲的速度跑不起来。日军老将小早川龙井下令3万日军倾巢而出，将李如松的3000人重重包围。这是重骑兵在死地对抗10倍步兵的意志极限。我们要重点说一下近战神器三眼铳。很多人嘲笑三眼铳射程短，但在碧提馆的烂泥地里，它就是死神的镰刀。三眼铳在近距离喷射完3发致命火药后，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达10几斤的金刚狼牙棒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日军试图通过人数优势消耗明军，而辽东汉子们背靠背立在烂泥中。李如松亲自挥动金刀冲入敌阵，他的亲卫们挥舞着三眼铳，每一次重击都能直接砸碎日军武士的头盔和天灵盖。日军引以为傲的倭刀，在面对大明重铠和这种暴力重兵器时，竟然出现了大面积的崩刃。这场仗从早晨一直杀到黄昏，山谷里的雪被鲜血染成了赤红色。3000大明子弟兵在完全绝望的包围圈里，没有一个人投降，没有一个人后退。最终，当援军赶到，李如松才杀出血路。这一仗打碎了日军主动出击的胆色。小早川龙井在战后感叹：“明人皆为虎狼之师，不可力敌。”从此以后，日军再也不敢在平原上与明军大规模野战。除了陆战，我们不能不提最后的陆良海战。1598年，丰臣秀吉在忧愤中病死，日军全线撤退。为了彻底斩断日本再次觊觎大陆的触角，大明水师统帅陈琳与老将邓子龙在陆良海域布下了天罗地网。我们要对比一下双方的舰船。日本水师使用的是安宅船，虽然灵活，但在大明的主力战舰福船面前，就像是木质盆景。大明福船高如城垒，船首装备了巨大的火炮。在海战中，明军的战术简单而霸气，直接利用吨位优势撞击，同时火炮齐射。在最后的激战中，70岁的老将邓子龙亲自率部登船肉搏。虽然因为误伤壮烈牺牲，但他用生命赢得了最后一场海上辉煌。整场海战，日军500余艘战船几乎全军覆没。经此一役，日本彻底退回岛内，在此后的300年里，他们再也没敢向大陆投射一丝觊觎的目光。万历元朝战争，大明打了7年。这场仗掏空了张居正变法积累下来的所有家底，耗费白银1000万两。很多人因此认为这场仗打得不值。但如果你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，你会发现，因为它，朝鲜半岛保住了文明的火种；因为它，日本的扩张野心被生生按回；更因为它，展示了什么叫做大国的责任。当一个文明在走向末路时，依然能为了邻邦安危倾全国之兵，这种天朝上国的傲骨，才是万历元朝真正的脊梁。李如松、陈琳、邓子龙，这些名字不该被埋没。他们捍卫了领土，更捍卫了民族的尊严。我是林良和，历史没有如果，但历史有回声。下一场仗，接着打。